距离上一次和大家分享 Apple Maps 的内容已经有2年多了。大家对于地图的使用真的是非常的高频，当然也有很多人反馈他们在使用苹果地图的时候碰到的各种问题。其实 Apple 几乎每年都在逐步的更新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版本的迭代呢，也增加了不少的新特性。今天就和我一起来看看最新的 iOS 17中 Apple Maps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功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鹏。我知道和我一样喜欢用 iPhone 内置地图的朋友，都是喜欢它极简的 UI 和没有任何广告。首先，还是来回顾一下 Apple Maps 的基础功能。打开地图 App 后呢，在右上角这里点击，有4种地图的显示模式可供选择，有探索、驾车、公共交通和卫星。在探索里面，你会发现都是各种地标的名称，医院、学校各种购物中心、好吃好玩的地方。衣食住行都有，而旁边的驾车地图则可以看到各条主路线的交通拥堵状况，红色即表示当前路段拥堵，绿色畅通。如果出门到外地，可以通过使用这个公共交通视图来查看城市地铁线路，人生地不熟，提前规划好行程计划是非常重要的。而最后的卫星地图一般来说真用不到。拿来玩玩还是可以的，看看地形地貌就好了。好，这里就不多说它了。接着是下面的小箭头，它是用来快速定位你自己的位置，而箭头下面的指南针则在我们旋转地图的时候跟随转动，此时显示的方向是当前地图的正上方。再次点击一下指南针，地图会自动回到正北方向。在右下角这里有当前的天气状况，长按它会展开天气的详情，当然你也可以进一步点击跳转到天气的 App。 另外，苹果地图目前也支持 3D 的显示，你只需要用2根手指同时向上滑即可开启 3D 视图，这样我们在看地图寻找地点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用周围非常醒目的建筑来做一个参考，方便你找路。另外 Apple 也会把一些地标性的建筑单独拿来特别的设计，比方说现在我在武汉的黄鹤楼造型看上去就格外的生动，把建筑的特点完全呈现出来了。但目前支持的建筑还非常的少，这个就看日后 Apple 的逐步完善了。双指向下滑动或者直接点击右边的2D 按键就能回到2D 的视图。在基础操作了解完以后呢，还需要做一些设置，方便地图的使用。首先点击右下角你自己 ID 的图像，选择最下面的偏好设置，最上方根据你日常出行的方式来选择默认的搜索结果。比如我日常驾车较多，这样导航的时候呢，就会优先显示预设为驾车的路线。在下面的细分选择中，也可以为驾车避开收费站或者是高速公路，这个看你个人的需要。当然，如果你步行的话，还能避开楼梯，而且现在还新增了一个电动车的选项，非常的人性化拉到最下面的地图设置，可以更进一步做详细的设定，比如在驾车的时候是否显示限速，语音导航的时候呢唤醒屏幕等等。这里主要我们来说一下扩展的功能。如果你的 iPhone 安装了一些支持叫车功能的第三方 App， 就能在地图内叫车，或者启用大众点评，这样你在地图找到餐厅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浏览餐厅的环境照片、推荐的菜品和用餐评价，包括预定位置或者是选择送餐服务，一站式解决。点击更多可以收藏该地点，或者添加到指南。如果你是个吃货的话可以建一个美食的指南，有朋友如果问你有什么好吃的时候呢，可以立即分享给其他人。而最下面的停车位置也建议一定要打开，如果位置可用，地图会显示当前的停车位置，方便你找车。安排好了这些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正式开始我们的导航了。在导航开始的时候， Apple Maps 会给出多个路线供选择，你可以直接用手指点击你希望走的路线。如果途中还有地方要去呢，可以添加停靠点，或直接在地图上点击位置添加。按住这里使用地点排序，到底是先去哪里，最后去哪，方便自己规划路线。当然还可以长按删除地点，比如我把我自己当前的位置给删除掉，可以看到
剩下2个目标位置的路线和时间。如果你在设置这里添加了自己的车牌，导航的时候呢，选择车辆可以为你避开车牌限行的路线。比如武汉长江大桥就是单双号限行，其他出行方式各有各的特点，比如选择公共交通，推荐路线中可以进一步选择是少换乘还是少走路。在下面的路线也能看到每一节行程需要的时间和具体的交通工具，点击它可以展开具体的细节，会途经哪些站点，需要多少时间，一目了然。点击更多还能看到地铁或者是公交车的运营时间表和全部停靠站，可以知道下一班大概多久会到站。另外 iOS 17中新加入的离线地图功能，目前在中国内地暂时还未启用，这个只能等后期 Apple 更新了。不过个人倒是觉得这个功能呢稍微有点晚，说实话，流量这个东西现阶段大家并没有早期那样很紧缺，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在线地图。当然，如果去海外的话呢，能提前下载当地的地图更好。语音播报也会提前告知在哪个红绿灯的位置要转弯。当然，如果你也是 Apple Watch 的用户呢，在需要转弯之前，你的手表也会提前的给出震动，提醒你注意。恰好你用的又是支持灵动岛的 iPhone 机型的话呢，也可以把导航隐藏到灵动岛内，这样也会继续实时为你指路。可以看到，随着 iOS 的不断发展， Apple 也为地图 App 完善了很多功能，没有恼人的广告，非常极简的 UI 设计，专注在导航这个事情上做到极致，配合苹果的生态，让出行更加便利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